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吃一口短命10年。美国已经禁止食用，我们却天天都在吃。油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不仅毁心，还毁血管。基本上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一点，但你想不到的是，还有种东西，吃一口就相当吃掉了7口油。这个东西就是反式脂肪酸。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感觉比较陌生，但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吃它，只不过是吃多吃少的区别罢了。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呼吁，全球范围内彻底停用食物中的人造反式脂肪，以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反式脂肪每年在全球导致50多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。脂肪酸主要有2个来源，一是来源于天然食物，主要来源于反刍动物，如牛羊等的肉脂肪和乳制品；二是加工来源，食物煎炒烹炸过程中，油温过高且时间过长，也会产生少量反式脂肪酸。人造反式脂肪在我们日常饮食中很常见，比如我们吃的零食、烘焙食品和油炸食品，往往都含有人造反式脂肪，是因为反式脂肪的保质期比其他天然脂肪的保质期要长，因此生产商经常使用人造反式脂肪，但是消费者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想必大家都很想知道，到底怎么就吃了反式脂肪酸？它就产生于蛋黄派、奶油蛋糕、曲奇饼干、糕点、冰激凌、珍珠奶茶、煎炸食品，甚至炒菜方式不当，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。反式脂肪酸害人不浅，反式脂肪对健康的危害是日积月累的。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已经明令，禁止在食品中使用人造反式脂肪，易损伤心血管。反式脂肪酸能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同时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。而科学研究发现， LDL 正是引发血压升高、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元凶。2. 诱发糖尿病。过量摄入反式脂肪导致的肥胖，主要集中在腹部，内脏脂肪会增加很快，也就是说，这样的人特别容易长肚子。众所周知，腹部肥胖会增加患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。3. 让人暴肥。研究人员经过计算发现，正常情况下，人们吃多油脂之后，的确会引发发胖，但按同样的数量来说，反式脂肪酸促进肥胖的力度是脂肪总体平均效应的7倍，是饱和脂肪的3到4倍。换句容易懂的话来说，就是吃反式脂肪让人增肥的效果特别强。吃一口反式脂肪就等于吃7口普通油脂，或者吃4口肥肉。4. 损害记忆力。美国心脏协会通过对1000名年龄在45岁以下的健康男性调查发现，大量摄入反式脂肪的受试者在单词记忆测试方面成绩最差，即使在考虑年龄、教育水平和抑郁症的因素后，这一观点仍然存在。5. 影响生育。反式脂肪酸会减少男性荷尔蒙分泌，中断精子在身体内的生成。胎儿通过胎盘，新生婴儿通过母乳，均可吸收反式脂肪酸，这会影响对必需脂肪酸的吸收。反式脂肪酸还会对青少年的中枢神经系统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，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。如何躲开反式脂肪？反式脂肪有2大来源，一是天然食物，
如牛、羊肉以及乳和乳制品。二是加工来源，主要包括部分氢化的植物油精炼的植物油，长时间的高油温烹饪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，每日反式脂肪酸摄入量不超过2克，但实际上一不小心就会超标。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限制鲜瘦奶茶，反式脂肪酸含量高达每100克 4.65 克，一天喝一杯约为150到200克反式脂肪酸，就大大超过了每天的摄入限制上限。识别马甲，商家给反式脂肪酸穿了不少马甲。氢化大豆油、植物起酥油、精炼植物油、植物黄油、植物奶油、代可可脂、植物奶精，这些都是它，不要被名称迷惑了。配料表中出现氢化精炼人造植物起酥等字眼时，提高警惕。下面原料在配料表上的排名越靠前，反式脂肪含量也可能越高。部分氢化植物油、精炼植物油、起酥油、植物起酥油、高级酥油、液态酥油、酥类食品、薯片类膨化食品，能不吃就不吃，反正营养专家是一辈子不愿意碰这些食品的。标注零不等于没有。由于反式脂肪酸对健康，特别是心血管健康，著名专家的负面影响，我国相关法规明确要求，如果食物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了氢化或部分氢化油，还应该在营养成分中标出反式脂肪酸含量。可能不少细心的人要问了，很多饼干、蛋黄派之类的食品，在配料表中都有脂质末、起酥油等这类看上去就不健康的配料，但是在营养成分中，反式脂肪酸为0，其中成分表中含量为0，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反式脂肪。与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就规定，如果每100克食品中反式脂肪的含量不超过 0.3 克，那就可以标注为0，并代表着完全没有。控制用油量。调查显示，中国人吃进去的反式脂肪大约有 29% 来自牛羊肉奶制品，接近 50% 来自植物油，其余来自其他加工食品。虽然植物油的反式脂肪含量比黄油、奶油低不少，但是中国人吃奶油、黄油少，植物油多，所以植物油反而成了主要矛盾。因此，控制反式脂肪的主要任务是控制烹调中植物油的用量。剩油不再用于高温烹饪，日常家庭烹调时，避免油温过高和反复煎炸烹炸，因为油经高温加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氢化产物。当继续使用这种油高温烹调时，致癌物质产量会急剧增加。酱料自己做，沙拉酱、花生酱等酱料也是反式脂肪的大户。加工制作时往往加入氢化植物油，令酱料浓稠香滑。实验显示，100克沙拉酱就含 0.031 到 0.46 克反式脂肪酸。图省事的话，可以用酸奶代替沙拉酱制作果蔬沙拉，不但能避免反式脂肪酸，还有利于补充人体所需乳酸菌和钙质，还可以自制油醋汁。一勺芝麻油或橄榄油搭配半勺醋。点心换成粗粮饼，反式脂肪酸在甜品中最泛滥。调查显示，市场上近90%的甜品中都含有反式脂肪酸，如曲奇饼、牛角包、蛋挞、奶油蛋糕等。为了健康，大家可以自制粗粮饼代替酥皮点心，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同时，还能补充膳食纤维。只要不添加植物油、人造黄油等，单纯食用植物油，多放些牛奶，味道更香浓。炼乳代替咖啡伴侣。咖啡伴侣是反式脂肪酸的重灾区，配料中的奶精、脂质末
就是以氢化植物油为主要原料的物质，因此喝咖啡时最好不要加咖啡伴侣，用牛奶或炼乳代替最好。高血脂人群还可选用脱脂牛奶。值得提醒的是，市场上常见的2合1、3合1速溶咖啡，一般是咖啡和咖啡伴侣的结合，含不少反式脂肪酸，不推荐购买。这种毁心毁血管的东西会让你的血压、血糖真正的往上升，尤其是你的体重也会暴增。心血管专家是绝对不会碰它的。平时你也要多加注意，尽量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